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22号，比特币还在$28,000附近窄幅震荡，包括今天晚上，也就是亚太时间23号凌晨2点的时候，美联储是会公布利率决议。那到底这一次会不会降息，还是说像上一次比特币在这一个24节气立春的位置，它是在空间的高档位置，当时只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觉得是利好，但是不一定是利好，因为它在空间的高位。那现在也是在空间的高位，而且也是24节气的春分，这几天到底会不会变盘啊？包括我今天早上也是计算一下，这一个 28.6K 的附近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等下来跟大家探讨，以及我个人 15K 的多单目前还是选择继续再报啊，或者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下，之前1月份初的时候是跟大家讲，有2只金鱼是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一定要去追加这个比特币。然后在10天之前，这个低点的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千金难买牛回头。有一只金鱼是在这一个2万1附近买了超过3万枚的比特币，到现在也没有做卖出的动作。然后还有一只金鱼，等下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上一次是在这一个位置哦，连续几天是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去买这个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暴跌，金鱼是在接哦。后面是11天之前是每一天都跟大家讲，千金难买牛回头，比特币破 20K 做多喊了3天，硅谷银行它就是一个利好，因为美联储有可能要开刀要降息哦。就是基本上都是跟大家讲，你 20K 有做对，一定要给我报未来，不要随随便便做平仓的动作。那行情来到今天这一个高位的压力区，今天早上也是观察了一下，这几天为什么连续在上影线、上影线、下影线、下影线，上一次这个高位的位置也是有一些引线出来，或者是这几个位置其实也是有一些引线出来，就像这种的整理，它有时候可能是类似一个奔走型整理，它有可能也不排除会再压回到这种矩形的位置，就类似这一个位置也是一样，它也是会再压回到这个矩形的位置。所以这一次我观察一根 K 线，我们尽量短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操作的情况下，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区间会不会继续震荡，因为我们参考之前的几个爆仓数据，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最近基本上是多空双爆啊，说明它行情有可能就是焦灼的在整个箱体震荡。多方的朋友要在做买点的位置，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去观察一下它什么时候比特币有大幅回调下跌的时候，比如说空方的爆仓基本上量比较少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在爆多方或者是在爆多单，就比如说这一个2万低点的位置，它多单是爆的最多的一个位置，大约是在$2亿附近啊，而且它下方空方爆仓的单子是数量相对比较少，所以有时候现在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你要找买点，尽量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像这种比特币在回调的时候，这一根爆单的多单是最大的一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一个恐慌的低点，像这种位置你可以去买。因为包括上一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2月8号回撤的这个低点，它这边也是空方爆的单子相对比较少，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爆多单，然后拉到一个低点的位置的时候，这根多单是爆了多少，也是$2亿5千万附近啊。所以两个位置我们去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当时是多单爆了2.5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低点的位置多单也是爆了超过2亿的位置，有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它还有没有这种整理，或者是2个支撑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支撑位是在这个位置，就是短线的这根 K 线的一半位置，它也是接近这一个上影线的高点位置，但是还有一个支撑位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也就是这个头肩底，昨天在推特上面也是有跟大家聊过，我们尽量观察以往的经验，一般头肩底它颈线，因为之前去年的这个高位跟这一次的这个高位$25,200附近，它是一个颈线的压力位，这一次突破，那以往的经验，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它有没有可能再压回撤这一个颈线的位置。当然指望它压得这么深吗？我的观点是最近场外的资金是非常的活跃，想进来买这个比特币，因为欧美银行倒闭，当时在这个低点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 SVB 倒闭对比特币就是一个利好啊，银行都倒掉了，那要买什么？
不是黄金就是这个比特币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价格在整理结构的情况下，现在量能也是在缩。那在缩量的情况下，是不是说明主力在这个位置不想作为，也是为了等待今天晚上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或者我们来观察一下，目前在缩量的情况下，比特币鲸鱼到底在干嘛啊？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上一次在10几天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跌到2万美金附近的时候，是跟大家讲有一只鲸鱼，也就是排名这个26的钱包地址开头是 BCEQF2 的这一只鲸鱼，它首次买入的时间是在2023年3月8号。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钱包地址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更早之前，也就是1月初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还有2只鲸鱼，但是有一只鲸鱼最近是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但是还有一只鲸鱼，也就是这一个排名在60的 3FRMCR 开头的，首次买入的时间是在今年的1月4号。历史上它从来都没有买过，买到现在的话13800多枚，目前也没有做卖出的动作。然后想再跟大家聊一下，也就是最近发现，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还有一只鲸鱼，比如说这个排名59名的，地址是 3C8M 开头的，它首次买入的时间是在2023年，也就是1月13号左右，买了接近14000枚啊。所以后续我们可能这3只鲸鱼要去不断的跟踪，他们到底有没有做卖出的动作。另外，其他的鲸鱼我也是跟踪了很多，但是感觉并没有什么参考性啊。或者是最近也是有看到，比如说一些中心化的钱包地址，比如说 OK 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上面还有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币安的钱包地址，最近也是向外转出啊。所以我的观点，有可能也是欧美的一些客户不断的在从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去买比特币，然后搬到自己的钱包。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价格这个位置，一个压力位，刚刚是跟大家讲28600美金，我今天早上计算了，它其实也是很接近去年的时候我们拉进来观察，这边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矩形整理的区间，它在这一个 K 线这边是有一个插入线啊，或者是这几根 K 线实体的低档位置，这边后面破位的位置，这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很接近目前这几个上影线的位置。所以后续我们去观察，这几天可能不要去看这个28000，最好是能不能站上这个28600美金。那下一步的一个目标有可能是在29400美金。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布林线啊，布林线有几次冲过上轨的位置，就这几天它基本上都是再回到这个上轨道内啊，就是有可能目前的价格是不是在沿着这个上轨跟日线的5均线漫步整个通道边缘。但是这几天整理的结构，我的观点是这几天我们要去留意一下，有可能日线里面5天的均线可能谈不上一个支撑。它如果真的在今天晚上到底是要公布加息还是说要降息，我的观点是不重要，现在感觉是在整个波段的高位，有可能主力这个位置还是会继续洗啊。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其实布林线的中轨也开始有一点走平的迹象，而且这整个区间我的观点是有可能目前都是一个整理区间。你如果真的期货要再做多，观点是看还有没有压回这个布林线下轨，甚至有没有破这一个下轨的位置，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买点。因为我感觉目前的趋势它其实就是在横板震荡，只是好的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现在4个小时里面量能是还可以啊，而且有几个吞噬，这2根都是吞噬啊，目前并没有看到空方败向的 K 线组啊，所以我的观点是多单我个人还是选择继续抱，或者是前面在这一个低档的位置，狗狗币我个人也是有开了一笔多单，包括程序交易之前也是在 Discuss 社群上面这2个低档的位置有提醒过30分钟的2笔程序交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一个是在3月10号的时候逢低做多是在 0.064 左右，还有一个是在16号的时候做多的点位是在 0.0677 附近啊。到现在的话，其实多单有对，我个人都是建议选择抱啊。最近基本上热点都是在那个比特币，但是昨天有一点不同了，最近的热点开始转到这个山寨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的压力位，其实你去观察一下，就前面的这一个低点，大约是在 0.079 附近有一个压力区。那短线的趋势，我们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
这边是一个塔形底，然后这边也算是一个插入线。昨天开始来了一个吞噬啊，所以我的观点是，短线看整理，因为也是有量，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尽量去观察一下这个压力位到底能不能突破。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我个人现货最多的这个以太坊，它目前的价格是来到去年的8月份这边高位的一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压力区啊。比如说这几个高点的位置，其实连到更早之前的话，以太坊是在这个区间有一个下降三角，还是有一点压力啊。因为这几天也是明显看到以太坊连续3根 K 线都是有上影线，1840美金这个附近有可能会震荡。昨天是还好，就是它又走了一个吞噬的 K 线，不过它整个大长线我的观点也是不变，趋势是非常的强啊。你如果参考整个1年多的走势，基本上趋势是非常的强势，只是短线有可能这个位置震荡。我的观点是今天晚上尽量去留意一下，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守，我估计盘中波动肯定会很大。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图。